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？AI 到底靠什么在运行？你可能第一反应是芯片，是算力，是数据中心，没错，但这些都只是表层，真正让 AI 跑得动的，是一系列藏在芯片背后，几乎没人提起的稀有材料，而这些材料有个共同的名字，稀土。大家都在讨论 OpenAI、NVIDIA、微软这些巨头，但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他们所有的产品，所有的算力中心，所有的服务器，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稀土材料。从最微观的 GPU 磁性封装，到最宏观的 AI 超级数据中心、供电系统，中国几乎无处不在。可以说，现在全世界的 AI 是踩在中国稀土的土地上跑的。我们先讲个冷知识，所谓稀土，其实并不稀，它是元素周期表里17种金属元素的统称，像铝、锑、铬、铀、乙、蓝，是这些听起来有点拗口的名字，就是 AI 世界的维生素，它们分布在地壳中，但开采难、提纯难、污染重，所以真正能把它们挖出来、炼干净、做成材料的国家，全世界几乎只有一个，中国。根据2025年的数据，中国占全球稀土开采量近70%，但更关键的是，精炼能力超过90%，这意味着即使美国、澳洲、非洲有矿，也得送到中国来加工，所以中国不只是稀土的供应者，而是稀土产业链的心脏。这颗心脏跳动的频率正好对应着 AI 时代的脉搏。想象一下 AI 服务器集群的样子，数十万个 GPU 在高速运转，每一块显卡都需要高磁性能材料来驱动电机、传感器、风冷系统，每一台冷却装置，每一个散热器里都有稀土金属蓝合适的身影，而 AI 机器人、自动驾驶电机、量子传感设备都离不开铝铁铜磁体，一种稀土有磁材料。简单说，没有稀土就没有 AI 的物理支撑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算力是 AI 的大脑，算法是 AI 的思维，但稀土才是 AI 的骨骼和血液，它是所有智能设备的底层基础，没有它 AI 不是变慢，而是根本跑不动。有意思的是，全世界很多人并不知道 AI 产业的上游居然有一条看不见的矿链， NVIDIA 的 GPU 要用稀土，苹果的 iPhone 和 MacBook Pro 里的 AI 芯片要用稀土，特斯拉的 FSD 机器人工厂要用稀土，甚至连 OpenAI 的数据中心、风扇和冷却泵也绕不开稀土。美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过去几年他们疯狂挖矿，重新启用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矿山，但问题是开采容易，加工难，你可以挖出矿石，却没法提纯，最终还得运回中国来炼。所以美国挖矿归挖矿， AI 照样离不开中国，这就是稀土的恐怖之处。它不像石油那样显眼，价格每天上头条，它更隐蔽、更底层，但控制力更强。石油让你开不了车，稀土让你造不出 AI。 从另一个角度说，芯片是 AI 的门面，稀土是 AI 的命门。如果中国决定收紧稀土出口，或者对高性能磁体材料加征出口许可，那不只是硬件涨价的问题，而是全球 AI 产业链会瞬间抽筋。从显卡生产到机器人制造，从电机到传感器，一切高科技都可能陷入缺原料的状态。更现实的是，中国已经在行动了。2025年，中国商务部对稀土出口的审批更严格，特别是涉及军用、AI 芯片、机器人、磁材这些方向，出口都要经过许可。这意味着中国正在把稀土从资源变成一种策略性武器。别忘了，当年美国对中国搞芯片封锁，现在中国反手拿稀土做筹码，这场科技冷战的回合正悄悄从硅片转向矿石。很多人以为 AI 的核心是算力竞争，其实那只是表象，算力是树冠，稀土是树根。当别人还在看树冠上的光，中国已经在控制根部的水源。在这场 AI 竞赛中，中国可能不是算法最强的国家，但却是原材料最强的国家。也就是说，别国也许能造出更快的芯片，却造不出更稳的 AI 生态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题目值得我们深入讲，因为你会发现，全世界都在讨论 AI 的未来，但真正的 AI 能源战已经开始在矿山里打起来。你知道 AI 为什么这么烧钱吗？大家都在说是 GPU 贵，是算力贵，但其实真正贵是背后的原材料。一个数据中心动辄几千台服务器，每一台都有几十种稀土金属，这些金属要么来自中国，要么必须经过中国的精炼厂。所以你可以说，全世界的 AI 都在用中国的矿跑程序，这不是夸张。就连 OpenAI 使用的那些 NVIDIA 高端 GPU H100、H200 系列里面的磁性元件、封装材料、导热介质几乎全都涉及稀土。你想训练一个 GPT 模型，
得先买上万张显卡，但这些显卡的关键零件是中国加工的稀土磁体。换句话说 ，AI 越繁荣，中国的稀土链就越重要。美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理，他们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稀土上有卡脖子的钱。这几年，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砸下几十亿美元，重启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矿山，计划在德州、内华达、澳洲合作建设分离工厂，目标是摆脱中国的加工依赖。听起来挺有气势，但现实非常复杂。稀土的提纯和分离不是靠钱能砸出来，是靠几十年的经验、工艺积累、废液处理体系，而这恰恰是中国领先全世界的地方。就像芯片制成一样，你可以买机器，但买不来 know-how。Mountain Pass 的稀土目前依然需要运到中国包头精炼，美国只能挖矿，却造不出可用的材料，这就是他们最焦虑的地方。想去中国化，却发现连出口口岸都在中国手上。而且别忘了 AI 用的稀土不是一种，而是一整套组合，氢稀土做冷却材料，重稀土做磁体合金，镝、锉、铝、镧、铈，每一个都关键，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断供，整个 AI 硬件产业就得重新设计。这不是找替代品那么简单，而是要改架构、换工艺、调系统，代价极高。所以现在美国、日本、欧盟在稀土问题上有个很奇怪的处境，嘴上喊脱钩，实际却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材料。AI 越发展，他们越离不开中国，这就像一边想搬走供应链，一边发现插头还在中国的插座上。2025年，中国对稀土出口实行了更严格的许可制，名义上是为了保护环境、优化产业结构，但在国际市场上，这几乎等于一把供应开关。要出口稀土磁体或相关粉末，必须经过政府批准，只要政策一收紧，价格马上飙升。这就是稀土的软武器特性，不像芯片那样非黑即白，不需要禁运，只要限批、限量、限价，就能让全球 AI 链感受到疼。这几年中国在新能源 AI 材料领域的产业政策越来越统一，一个关键词叫战略资源集中管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再做单纯的原料出口国，而是要把稀土变成一个科技支点，用来支撑国内 AI、机器人、智能制造的优先发展。说白了，中国不再想做矿工，而是要做 AI 时代的能源银行。这一点，华尔街也开始反映了。美股市场上，越来越多分析师在关注稀土政策对 AI 企业利润的影响。NVIDIA、AMD、特斯拉、微软这些公司的供应链都在被悄悄重新评估风险。有机构甚至预测，如果中国在未来2年进一步收紧稀土出口， AI 硬件制造成本可能平均上升 20% 到 35%， 对 AI 训练来说，那几乎等于算力价格翻倍。所以这不仅是材料问题，也是 AI 商业模式的底层震荡。在地缘政治的层面，这更像一场无声的战争，一边是美国在用芯片和软件封锁中国，另一边是中国在用稀土和供应链反制西方。双方都没有明说，但都知道这是一场关于 AI 控制权的持久战。你封我 GPU， 我控你磁体，你限我晶圆，我卡你精炼，这就是现实的算力博弈。别忘了 AI 不是漂浮在云端的思维体，它需要一整套物理设备来支撑，而物理设备的命脉就是资源。在 AI 这场全球竞赛中，谁控制了稀土，谁就控制了 AI 的底层逻辑。有趣的是，中国的稀土战略并不只是为了出口赚外汇，更深层的逻辑是双向控制。一方面把稀土当成科技产业的护城河，另一方面用资源优势换取国际议价能力，这是一种软实力，也是新的地缘筹码。美国在想尽办法建立稀土联盟，拉上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印度、南非，但问题是这些国家加起来都不够一个中国的加工产能，技术壁垒、环境法规、成本压力全都在挡他们的路。就算联盟成立，也需要至少5到10年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替代供应链。而 AI 的迭代速度是以月为单位的，稀土产能重建却要以10年为单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未来5年内，中国依然握着 AI 产业链最底层的钥匙。所以说，现在的 AI 军备竞赛不仅是硅片的竞争，更是矿石的竞争。硅片代表科技的上限，稀土决定科技的下限。没有硅片，你的 AI 性能不强；没有稀土，你的 AI 根本不存在。这就是格局的反转。过去10年，大家都以为中国在 AI 上落后，但未来10年 AI 能不能跑下去，可能反而要看中国脸色。而中国也正在把稀土产业链从幕后推到台前。稀土已经不只是材料，而是国家战略。从包头、赣州到内蒙古、广西、
中国正在整合稀土资源，兼并企业，提升下游话语权。当稀土成为战略资产，中国也拥有了 AI 能源的定价权，这就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风向。如果说 AI 是一场全球竞赛，那稀土就是这场竞赛的燃料。现在所有人都在拼算力、拼算法、拼模型，但真正决定游戏能否继续运行的，其实是那一撮看似不起眼的稀土粉末。AI 成本的隐形危机。从表面上看， AI 公司们都在拼谁的模型大，谁的 GPU 多，但在底层，会计师看的是能不能撑得住算力成本。OpenAI、Anthropic、Google DeepMind 每训练一个大模型都要动用上百万张显卡，而每一张显卡背后都嵌着一串稀土供应链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稀土价格不再稳定。过去几年，中国为了整顿行业，提高环保标准，控制出口，让稀土价格开始像石油一样波动。一旦中国限量、限批，价格可以在2周内翻倍。这对 AI 企业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成本无法预测。AI 训练不是一次性的开支，而是持续性的。每次模型升级都要重新投入算力，而算力依赖硬件，硬件依赖稀土。所以一旦稀土价格被政治化， AI 公司的利润模型就会被打断。这才是 AI 行业没人愿意提的隐形成本危机。你以为的算法战争，其实是供应链的博弈。2. 去中国化的幻觉。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喊口号，说要建立稀土独立体系。美国、澳洲、日本、欧盟纷纷上马新矿、建厂、投基金，但问题是，他们的速度远远追不上 AI 迭代的速度。挖矿、建厂、环评、提纯、量产，这一整套下来要8到10年。AI 模型2年就换一代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矿山投产的时候， AI 行业可能已经换了3轮技术周期。这就是去中国化的最大幻觉。他们想在时间上弯道超车，结果发现这条弯道根本没有捷径。中国用了30年时间，从包头的泥浆厂走到今天的全球精炼中心，这不是靠补贴砸出来的，是靠经验、配方、供应链协同。而且最关键的一点，中国不是单纯在卖稀土，而是在用稀土喂养整个产业链。新能源车、机器人、芯片封装、风电、卫星通信，稀土不是孤立的，是生态的，这一点是其他国家学不走的。3. AI 算力的地缘瓶颈。现在 AI 行业最大的问题是，它越来越像能源行业， GPU 成为电厂，数据中心是电网，而稀土和半导体材料就是燃料。你会发现，全世界都在建算力中心，但所有算力中心都指望着同一条供应线。如果这条线的源头，也就是中国，哪天突然改变出口政策，征收资源税或优先内需，全球 AI 行业都会瞬间紧张。别忘了， AI 不是比谁更聪明，而是比谁能更稳定的运行。当别人还在抢 GPU 的时候，中国已经开始思考 GPU 背后的矿石资源。这就是战略层面的提前量。美国有芯片，中国有材料，一个是上层逻辑，一个是底层逻辑。而 AI 最终拼的不是算力速度，而是供应稳定性。4. AI 投资者的下一道考题。很多人以为稀土是国家层面的事，跟投资者没关系，但实际上它直接决定了 AI 股的未来估值模型。举个例子，如果稀土出口进一步收紧， GPU 价格可能上涨 30%， 数据中心建设成本上涨 15%， 训练成本上涨 20%， 这些都要进公司报表。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AI 公司的盈利预期要被下调。换句话说，稀土价格波动会成为 AI 行业的新通胀变量。未来5年，AI 投资不只是看算法突破，更要看资源稳定性。资金会从纯科技概念股流向科技加资源复合型企业，比如掌握稀土磁材、电机、电池、散热技术的公司，可能会成为新的 AI 基础设施赢家。这就是新的投资逻辑。AI 不只是软件战争，而是材料战争。5. 中美材料战，新的博弈周期。可以预见，接下来几年，中美在稀土领域的较量会越来越明显。中国会继续巩固精炼、合金和磁材领域的垄断地位，甚至可能引入稀土结算体系，让出口以人民币计价。这不仅仅是资源问题，而是金融层面的兴起。美国则会加大对稀土联盟的补贴，试图通过地缘合作来摊平风险，但补贴的结果往往是产能重复、效率低下、污染风险高，短期能稳舆论，长期很难替代中国。所以这场竞争的实质不是看谁资源多，而是看谁能把资源变成体系。而在体系这件事上，中国目前领先太多。6. AI 时代的新石油逻辑，
过去100年，石油决定了地缘格局，美国靠石油霸权控制了全球的工业化进程，而现在稀土正成为 AI 时代的新石油，但区别在于，石油时代靠的是地理位置和军事力量，稀土时代靠的是工艺积累和供应链协同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中国更擅长的一种力量形式。AI 算力是21世纪的发动机，而稀土就是这台发动机的汽油。所以这场科技革命的真正问题不是谁算法强，而是谁能让算法持续运转。最后的真相你会发现，这场 AI 革命表面上看是芯片之争、公司之争、国家之争，但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资源配置权的较量。AI 是智能化的象征，但它依然受制于最原始的东西——矿石。人类再聪明也逃不出物理约束，而中国恰好控制了这种物理约束的源头，这让中国在未来10年拥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优势，不是靠输出芯片，而是靠控制元素周期表。你可以封锁技术，但你封不住元素；你可以制造芯片，但你制造不出稀土。这就是 AI 世界最深的讽刺，所有的智能最终还是要向资源低头。所以 AI 的未来不只是硅谷的故事，更是包头、赣州、广西的故事。当世界在谈 AI 算力中心的时候，真正的能量中心其实在中国的稀土矿区。AI 的风口也许不在代码里，而在矿山的泥土中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觉得 AI 的真正瓶颈是算法、芯片还是资源？我们会在下一期继续拆透市场。我是 Chart Mystic， 我们下期继续拆透真相，抓住属于你的交易机会。